在一个狂风暴雨的晚上，小男孩突然听到一声奇怪的尖叫声，这才想起自己在海边捡到奇特的石头蛋。他冒着暴雨来到库房，发现蛋壳已经破裂。他顺着痕迹寻找，终于在一个角落里看到了一只奶里奶气的小可爱。他用手去抚摸，小家伙还挺凶。小男孩将土豆切成片喂他，小家伙慢慢放下戒心，两人关系也变得友好起来。他给小家伙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，叫龙仔。小男孩叫小安，和妈妈还有姐姐一起生活。这天，一支部队来到他们家，因为打战的关系，需要征用他们房子。小安担心龙仔被发现，于是他来到库房，里面一片狼藉。龙仔正咬着皮靴，看着他饥不择食的样子。小安跑到厨房，一打开门，一只凶猛的旺财把他吓一跳。原来厨房已经被部队征用，所以他只能带回一桶垃圾。龙仔直接一头扎进，开始狂吃。一旁的小安拿书查找龙仔的相关信息，没一会功夫，一整桶的食物被龙仔吃个精光。细心的小安发现龙仔身上有点干，直接一桶水倒进去。龙仔开心的不得了，在里面欢快的玩耍。一天，调皮的龙仔跑到屋里溜达，被旺财盯上。龙仔感觉不妙，急忙逃跑，可是跑得太慢，眼看着就要成为旺财的晚餐。幸好旺财被绳子拴住，龙仔逃过一劫。小安刚到家，突然听到一声尖叫，他立刻冲上楼，将姐姐推进卫生间。小安告诉姐姐，这是自己养的宠物。他惊奇地发现，小家伙半天功夫就长大好几倍。小安说服姐姐为他保密。新来的帮工大山过来修理水管，他很快就发现龙仔，但见多识广的大山很快猜出这只是水怪。他告诉姐弟俩，这水怪是雌雄共体，临死前就会留下一个蛋，所以每个新生的水怪都是孤儿。门外传来妈妈的呼喊，小男孩请求大山帮他保守这个秘密。妈妈闯进浴室，在大山的帮助下，他们成功瞒住妈妈。从此龙仔就寄养在浴缸里。这天姐弟俩出去忘了锁门，饥饿的龙仔又出来溜达了。他顺着香味朝前走去，不妙的是他又碰到旺财，吓得他脚底抹油，掉头开溜，连滚带爬的下了楼梯。旺财奋力直追，他们开启跑酷模式，乒乒乓乓，古董花瓶碎了一地。龙仔钻进桌底，旺财纵身一跃，跳上餐桌，打翻高汤，桌上一片狼藉，跑出屋子。旺财追了出来，聪明的龙仔化身为雕像，躲过了旺财的追捕。忽然闻到美食的香味，转头一看，一池塘的小金鱼直接扎进水池，里面的小鱼全都领了盒饭。当大山发现龙仔时，他竟然变得跟猪一般大小。大山和小安将龙仔偷偷运到湖边，大山将龙仔拖进湖里，但他不愿意离开小安。大山拿出他喜欢的土豆扔进湖里，龙仔抵不住美食的诱惑，一头栽进水里。小安趁机跑向车里。一天，小安实在是太想龙仔了，就一个人偷偷跑到湖边。他坐着小船来到湖中央，等了很久，龙仔悄悄地从小安背后出现。现在的他已经变得非常庞大，他温柔地将脸伸向小安，两个相依在一起。小安紧张地坐到龙仔的背上，龙仔背着小安在湖里遨游，还带着他潜入湖底。在龙仔的带领下，小安克服了对水的恐惧，欣赏到湖底的美景。当龙仔把小安送回岸边时，被一个遛狗的军官看到。第二天，上尉邀请小安一家参观部队军事演习。当小安得知他们要向湖里投放炮弹时，他上前制止，但无济于事，炮弹差点打到正在湖里玩耍的龙仔。晚上，小安和大山来到湖边，由于龙仔白天被弹药袭击受到惊吓，他不停地吼叫。小安伸手想要安抚他，却差点就被他咬到。龙仔愤然离去。小安和大山刚离开，旺财也追到湖边，开始对着湖面嚎叫。小安听到声音掉头往回跑，军官也朝着狗叫声开去。不一会，狗叫声消失了，突然水面猛然崩开，龙仔犹如一条巨龙在怒吼。他们不停地向龙仔开枪，龙仔潜入湖底，瞄准小船，猛然冲击，一个降龙摆尾将整艘小船掀翻，一口咬住军官不停摇晃。及时赶来的小安边大喊边朝湖里走去，一个不小心掉进湖里往下沉。龙仔急忙甩掉口中的军官，一头扎进湖里，叼起小安，将他轻轻地放回湖边。小安慢慢苏醒。此时，小安的妈妈跟着上尉赶到这里。当妈妈看到巨大的龙仔时，被惊呆了。突然一声炮响，小安朝前跑去，跳上龙仔的背，炮弹不停投向湖里，几次他们都和炮弹擦身而过。他们
选择潜入湖底。在小安的指挥下，龙仔成功的躲过炮弹的轰炸。就在他们快要游向大海时，被一张巨大的铁网挡住去路。同时，妈妈和上尉也追到这来。小安知道他们到了分别的时候了。You're the best friend I've ever had. I'll never forget you. 他回到船上，龙仔望着小安，然后消失在湖面。一阵巨浪袭来，他加快速度，发起最后的冲刺，一跃而起，在空中来个360度大转体，砸向铁网，铁网崩塌，他游向大海。第二天，龙仔出现在海面上，仰天长啸，他在和好朋友做最后的道别，然后纵身一跃，消失在广阔的海面。